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吗？怎么笑个不停？确实是一只比你还活泼的小兔。说起来，你最近确实买了很多诺比小兔的周边，很喜欢它。是真的。所以家里这几天新添的周边，包括那台有魔法的抱抱机，都是想让诺比快快出现。我觉得我的小朋友已经很幸运了，而且总是毫不吝啬地向我分享你的幸运。不管是之前的房车旅行，还是海岛假日，甚至是一串祝福手串，一块幸运饼干，你不会都忘了吧？那我可要伤心了。可你的表情完全不像是不好意思。是很理直气壮，很贪心，想要成为世界上最幸运的人的表情。可以，你想要什么？好的，大概多久可以过来？麻烦尽快吧，这边吵醒你了。是的，家里阳台排水管出了点问题，我刚去联系了物业。
好处想至少发现得早，不然我们的客厅地板恐怕也要遭殃了。是啊，这下我们都体验过水漫金山了。好，麻烦制作人小姐收留了。看来今天除了我之外，还多了一位新客人。你好，诺比小兔，可以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来的吗？那你来这里的途径是什么呢？是通过空间传送，还是能量转换？好吧，刚刚的问题确实为难一只小兔子了。毕竟世界确实因为有爱，才变得更简单。那请问两位老师，有什么办法让我也变得像我女朋友一样聪明又可爱呢？真的。
今天修不了了，维修师傅说有点麻烦，可能要明天连着楼上那一户一起排查。对了，这个是你门口的快递。不行吗？你的安排我都聪明。这一点我可能要从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的多巴胺神经元活跃程度开始说起。当我与它对视或交谈时，催产素和血清素就会产生明显的分泌波动。这种神经化学反应通过海马体形成记忆，逐渐在我的潜意识里形成了它等于可爱这样的条件反射机制。怎么办，这位老师？我又被说不可爱了。小莫同学，这种称呼也是变可爱的一环吗？原来如此，我学会了。作为好学生，我当然会听从老师的指导。不过作为好老师的话，你是不是也要起示范作用呢？比如
接下来要怎么可爱的面对镜头，这位老师可以教教我吗？我也会记住你的教诲的，我保证以后会继续变得更可爱。你是不是对诺比说过很多我的事？今天观察出来的，你和他对我的指导有些默契。原来你和他说了很多关于我的悄悄话。看来我已经不是你的秘密分享首选了。所以今天让我穿小兔睡衣，对你撒娇，做幼稚游戏，拍可爱视频，这些教学都是你的妄想成真。傻瓜，不用觉得不好意思，我很喜欢今天心理退行的感觉。当人处于高度信任、安全的关系中时，大脑会下意识地选择让自己回归一种相对简单和放松的状态，类似孩童时期的无忧无虑的感觉。有时候在退行的情况下，反而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和真实想法。你是指像你一样任性的想法吗？确实有的。听到你的那些幼稚要求时，我确实有些惊讶。
是惊讶我原来做的还不够，应该更早让我的小姑娘可以肆无忌惮地在我身边退行。这样让自己和你尽情幼稚一次，我很喜欢。其实就只有2个字：手感。诺比说，只要让手抚摸到柔软的事物，心也会变得同样柔软。只是手感好吗？我还想听你再多肯定我的可爱一点。如果要我挑最可爱的地方，那大概就是你的眉眼，你的脸颊，你的鼻尖。是这里。最可爱的，还是你永远爱意满意的眼睛。难得看你上班就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吗？方便是方便，是要配合你的新节目制作吗？原来如此，那你想让我帮你录什么台词呢？原来制作人小姐打的是这样的主意。当然愿意，不过既然是情侣款的桌宠，我是不是也该有一只小制作人在我的桌面上呢？不行吗？比如好奇心旺盛，喜欢体验各种生活乐趣，总会给我带来各种小惊喜。还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时会傻乎乎的笑，睡觉的时候会无意识的往我怀里钻。有吗？
还有一些更具体更可爱的细节我还没说呢。我只需要你录一句就够了。一句最简单的话，专门对我说的。爱你。